你很厉害，堪称世间奇女子也。哎呀，一般啦。宗玄玉顿时朗声大笑起来，笑得胸膛发震，连带着金针微颤。你笑个鬼啊！正在扎针呢，你这病人能不能正经点？屋内温柔的男人笑声与佯装斥责的女子声音此起彼伏，直至辰时，荣九月与红叶才悄然离开护国公府。此时宗玄玉因被勒令休息，依然躺在榻上。许是自幼身体不佳之故，他素来习惯清心寡欲。可是昨夜他竟可耻至极，沉沦于无边的梦境之中。荣九月不知宗玄玉之崩溃，回府正欲睡个回笼觉，韩毅却突然告知一事。小九，有人去往云州查询你这15年的事宜，落霞山传信已知是瑞王府之人。查吧。能查出之事皆无关紧要，那些不便为人知的事情岂会轻易查到。幼年时，师父与师兄仅为邻家爷爷与哥哥，恶奴病逝后，他则常年于落霞山静养。至于万和堂，熟稔之人皆知东家是师兄，瑞王知晓又怎样？咱们可是正经买卖。也是，近来你兄长一直在我们府外溜达，应是想知道我们身份。哼，我原本还想让他认识你们，说师父是外祖父，师兄是大表哥呢。如今看来啊，当真是没必要。荣之墨虽无生坏心思，但耳根子实在是过软，说不定哪日老爸装可怜忽悠几句，他便会背刺亲妹妹。师兄，你且当不认识他就行，他知道太多，亦误事。放心吧，我明白。当日午后，瑞王府中，前往云州之暗卫终于返回。吉千瑶端坐于书房，认真查看暗卫所呈上的情报。王妃所住院落在落霞山。是，落霞山地阔山高，此处位于东侧山脚下，四周密林环绕，实乃不易被人发觉。当年本王受伤之地在何方？距离此处可远？彼时九姑娘亦在云州，说不定是她救的你呢。乃西侧山腰，距离此处甚远，步行至少需要1日，且西侧林深，常有野兽出没。真是糊涂了。就在这时，林峰疾步入内，低声禀报道：殿下，八姑娘再发不适，请您过去看看。吉千瑶揉了揉眉心，静默片刻，最终无奈起身往客院走去。正月15，正值上元佳节，整个洛京一片繁华喧嚣。因有灵药消息，韩谷子于2日前悄然离开洛京。韩毅呢，则在今日早膳后临时有事赶回落霞山。潇洒半个月的荣九月只能苦兮兮的去参加宫宴了。哼，这件衣裳真好看呢，不过关键还是脸蛋美。哼，小姐自是世间最美，只是你最近似乎格外喜欢白色衣服，艳丽之色皆扔一旁。因为我觉得宗玄玉穿白衣实在是太好看，我定要更胜一筹。红叶无语了，好吧，终究是他想太多了，这哪里是什么红鸾心动嘛，分明就是暗自较量。洛良帝府中之子，直至今夜估计再也撑不住了，定会选择动手。千方百计保了10来日，若是再不落胎，大人亦会有生命危险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反正我还有免死金牌呢。酉时3刻，皇宫凌云殿内，待荣九月低调抵达时，殿内已是一片姹紫嫣红，环肥燕瘦的美人儿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哇，九姨姨，你比所有人都要美。我们锦瑜最好看呢。呀，你怎会坐在这儿呢？是我与皇祖母说，想和九姨姨坐在一起的。荣九月望向荣幽宁，见其面带微笑的颔首，他当即明白长姐之良苦用心。锦瑜虽然年岁尚小，但安淑公归，身份尊崇，可谓他天分安心。九儿，你今夜怎么未穿我送去的宫装？那明艳之色更衬你啊。臣女近日不喜艳丽之色，且那身宫装似乎有些不合礼数。齐千瑶哦了一声，她并非觉得九儿这身装扮不美，只是一袭白衣的九儿，周身仿佛散发着清冷的气息，宛如小舅舅般，让人难以亲近。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当宗玄玉缓步踏入殿内时，正好看到这一幕。他亲自落座后，垂眸看了一眼自己的白袍，此刻竟然觉得白与白更为珠联璧合。九儿，你先坐一会儿，我去看看小舅舅。听母后说，他老人家前几日就去复发了。好。老人家年长8岁而已，你小舅舅火气大伤了身子，还是本姑娘倾力相救呢。
突然，一位宫女不小心将酒水洒到荣九月裙摆。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！望容姑娘恕罪。你怎的这般莽撞？若皇爷爷与皇祖母在，定不会轻饶。郡主恕罪，奴婢。喂，不过裙摆一丝痕迹，郡主只是提点你。锦瑜看了看她的宫装，确实仅有裙摆上沾染上几滴而已。退下吧，下次注意点。今日乃上元佳节，酒一夜便不与你计较。郡主，九姑娘衣衫沾湿，不妨去桐华阁更衣吧，以免受寒。裙摆而已，无甚影响，你且退下。小宫女心虚成这般模样，竟还敢来此演戏，满脸写着快去桐华阁，我们要害你呀！九姑娘，奴婢有罪，请您饶过奴婢吧。就在这时，荣由宁走过来，听锦瑜简单讲述后，他当即明白。来人，将这宫女押入掖庭，认真审问清楚。宫女正欲开口求饶，已被太监迅速拖下去，未引起任何波澜。随后，荣由宁看向长侍嬷嬷，低声吩咐道：“你去桐华阁一趟，看是否有不妥之处。”荣由宁又认真叮嘱几句，才暂且去忙自己的事宜。须臾，长侍嬷嬷悄然回来，低声禀报道：“并无生人，但太后身边的郭嬷嬷方才来过。太子妃因昨日下雨，奴婢特意查看窗前花圃，有男人足迹。”闻言，荣由宁脸色骤冷，但此事毫无证据，且为上元节宫宴，自然不可随意宣扬。直至圣德帝与皇后陪同大病初愈的太后到来，宫宴正式开始。赵海将这几道菜分别赐予九姑娘与英国公，再把这道福禄羹赐给护国公。诺。叩谢圣上恩赐。然而此时，洛良帝身边的一名熊孩子突然起身跑了过来，恰好摔在锦瑜身侧。燕儿，燕儿为何突然乱跑？赶快回来坐好。燕儿想和长姐坐一起吗？这有何不可呢？皇帝，太子，燕儿有亲近长姐之心，此乃好事。须臾，齐景燕京不懂规矩，坐于锦瑜与荣九月中间的位置。荣九月虽面色不改，但心里却冷笑连连。此为天真无邪的孩童，这分明就是一个心思歹毒的小恶魔。这胖墩便想趁机抓住他的衣袖，试图塞东西进来。看来洛良帝真是别无他法了。欢声笑语中，荣九月似不经意间解开香囊，任由香囊掉落。九姑娘，你的香囊掉了，燕儿给你捡起来吧。多谢。荣九月双手接过，随即重新系在自己腰间。安神宁心的药香，顷刻间里面竟然多了一份药物。酒过3巡，君臣同庆，圣德帝带领众人前往凌霄阁共赏火树银花。九姑娘，此前我们多有误会，我实乃有口无心，你莫要计较。荣九月紧紧牵着锦瑜，二人脚步不自觉地加快，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。见状，骆家元意识万分焦急，遂上前几步，无奈劝道：“九姑娘，姐姐真心结交，你又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？”他一边搀扶着洛良帝，一边欲再赶上荣九月。就在这时，朗月高悬的夜空忽然绽放美轮美奂的火树银花。荣九月脚步一顿，回首望去，骆家元搀扶着洛良帝与他几步之遥。他嫣然一笑，而后借着宽大衣袖，手腕轻转。骆家元只觉手臂痛麻交加，右手仿佛不听使唤，颤抖不止，甚至因痉挛而猛地用力一推。只见洛良帝身子后仰，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中，顿时重重倒地。而此时，骆家元推搡的右手尚未来得及收回。皓月当空下，因太子良帝被亲妹妹推搡摔倒，原本接近尾声的宫宴正式宣告结束。老臣无能，洛良帝的出血虽然暂时止住，但孩子已经小产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何洛二姑娘会推倒洛良帝？此时位于殿中的骆家元双目空洞无神，唯有眼泪簌簌而落，似乎尚未回过神来。家元啊，你快点解释啊！你与嘉兰姐妹情深，断然不会如此。我没有，我扶着姐姐，手臂突然麻痛，右手仿佛不受控制，便不自觉的用力。是有人毒害我，太后，当时唯有荣九姑娘离我和姐姐最近。荣九月，当时发生何事？你可有暗害家园，亦或至今记恨嘉兰？皇祖母，瑞王哀家在问荣九月，此事至关重要，
绝不能放过任何可疑之人。洛姑娘既觉手臂不适，太医恰在此处，为何要问臣女？众目睽睽下，臣女与洛姑娘尚有几步之遥，莫非臣女是有仙术，竟能隔空下毒？你，臣女不懂，洛姑娘之症状，不是应当由太医诊治吗？既然如此，许太医过来诊脉，看看洛二姑娘是否有何不适之处。老臣遵旨。许太医迅速擦拭一下冷汗，起身为洛家园把脉。然而他认真查探了许久，洛二姑娘之脉象甚是正常。启禀圣上，洛二姑娘并无任何中毒迹象，亦无其他病症。不可能！当时那种剧痛与酸麻是从未有过的感觉，他绝对不会记错的。那根细如发丝的银针，乃师父自北疆所采的寒冰石制成的，一旦入体，便会顺着流动的血液进入脉搏，即便神医亦是难以察觉。太后，我真经属实，绝不可能故意迫害姐姐。况且姐姐胎相稳固，怎会一摔倒还起个小岔呢？洛二姑娘所言极是，洛良娣的胎相一直很好，即便无意跌倒，也不应这般严重。老臣方才发觉，洛良娣似是沾染了不干净之物，以致胎气受损，摔倒仅为外因。快说，什么不干净之物？麝香人。麝香人为麝香核心部分，似有特殊香气，药效更甚数倍。宫中怎会有此物出现？一应膳食等皆有太医查验。这有话直说便是，何须如此？老臣似乎闻到，此物恰好在荣九姑娘腰间香囊里。话音刚落，殿内众人的目光瞬间落在荣九月的身上。少顷，年过半百的楚太医到来，认真查看香囊内药材。妙啊，妙啊！此乃上好的安神宁心配方，不仅有让人安寝之效，更可舒缓心情。怎么可能？此药可安神宁心，更有温养之效，于女子是大有裨益。这是其中的科兰花香味与麝香略有些相似，须得小心谨慎。圣德帝微微颔首，遂看向跪地颤抖的许太医，沉声质问：真是信你，还是信楚怀庭？老臣医术不精，罪该万死。臣女久病成医，略懂一点医术，且自幼嗅觉比常人灵敏。皇孙身上似乎有麝香人之味。话落，齐景燕身子一颤，突然自袖中抽出一粒黑色药丸。这东西怎么还在这里？我不是已经塞到你香囊里了吗？燕儿，啪的一声，只见齐千印愤而起身，拎出胖墩墩的长子，当众甩了一巴掌。小小年纪，竟然学得这些诬陷人的下三滥手段，此物从何而来？是谁让你陷害九姑娘？孩子，燕儿不过5岁。小姨让我放进去的。这只是个游戏而已。燕儿，我当真不知此事，你莫要这般说。话音未落，他便骤然昏倒。先将洛家院带至偏殿，僧景言回东宫暂歇。洛良娣服用的丹药似有这种香味，弟弟曾取出来一粒。既然楚太医在这儿，便去看看洛良娣吧。看来那个孩子本身就有问题。荣九月与荣由宁对视一眼，二人齐齐事不关己。齐景彦这个太子长子，无论有心还是无意，有此污点，再也不中用了。须臾，楚太医自殿内出来，脸上表情是无奈又复杂。启禀圣上，洛阳帝腹中之子，至少5日前便没了气息，且1个时辰前刚服下堕胎药。自作孽不可活。哼，早没了气息，又服下堕胎药，无非是寻个替罪羔羊。齐千印拳头紧握，双眸赤红。如此是何原因？可会有损身体康健？此番洛良娣身子严重受损，莫说再次孕育子嗣，恐将影响寿命啊！圣上，洛良娣的丹药已取回。楚怀庭，你查验一番。是。少顷，楚太医叹了口气，虽然有些欲言又止，但最终还是将此药低声详细的告知。洛良娣服用时间不久，应当擅自加大了药量，以致小产伤身，甚至彻底损伤根本。这怎么可能？
此药乃家园赠与嘉兰。洛二姑娘唆使皇孙陷害他人，又赠洛良娣此药，动机实在不纯。如此一来，皇孙名声扫地，洛良娣身子受损，难不成洛二姑娘欲进东宫？突然，荣幽宁似有不适，用丝帕捂住嘴巴，有些作呕。幽宁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楚太医正好在，不若给太子妃瞧瞧，可是有何不适？楚太医认真查探脉搏，仅几息后，他便面露喜色。老臣恭喜圣上，皇后娘娘恭喜太子殿下，太子妃玉玺已经2个月，胎象稳固，脉象强健有力。闻言，荣幽宁先是怔愣一瞬，随喜极而泣，竟看似毫无表演痕迹。荣九月于一旁抿唇轻笑，长姐宣告喜讯的时机当真是选得极好。上元节之夜，有人悲痛欲绝，有人得偿所愿。幽宁，你安心养胎即可，其余诸事切勿操劳。母后放心，儿臣明白，会多加小心。今夜九姑娘受了委屈，朕便许你一件事，回去自行思量清楚，可随时进宫告知朕。多谢圣上，臣女不敢有丝毫委屈。念及骆昭训痛失爱子，准其先回东宫调养。骆二姑娘当众推搡，确系事实，则杖3使，再前往道观为骆太傅虔诚守孝3载。至于景言，生性顽劣，太子务必严加管教，往后不得再带入宫闱。言罢，正德帝拂袖而去，不理会太后的哀叹求情。众人陆续散去，直至荣九月踏入府门，宗玄玉才悄无声息地离开。小姐，护国公已经回去。护国公自认神不知鬼不觉，然小姐很快便已察觉，但又故作不知。国舅爷是我的病人，自然要多关心嘛。大晚上的不好好睡觉，在外面溜达做甚？一个病秧子保护另一个病秧子，关键时刻估计需要他护着那不食人间烟火的白狐仙。妹妹，八姐又遇刺客了，咱们快回去。你自己去吧，我累了，现在需要歇息。小姐，程掌柜方才过来，说是护国公为表谢意，送来一盏花灯。哼，这人怎么这般客气呢？宫灯之上，四周乃是用钢笔亲手写下的吉祥用语：但逢良辰，顺送时宜，慈母尔尔，烟火年年，春其夏安，秋岁冬喜，钱雨深深，长乐未央。红叶呀，常言道，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。我若不拼命救治，自己都觉得于心难安。你说这人是想让我治病，还是什么意思呢？宗玄玉似是过于温和，起初他以为此人是求生意切，然而，红叶，你说宗玄玉会不会对我有意思呀？红叶挑了挑眉，哎，难得呀，千年枯木终于开花了。应当不会。我虽自恃美貌，但也难以想象宗玄玉也会有世俗情感。他看上去就清心寡欲。然而，荣九月蓦地想起宗玄玉旧疾复发之因，哼，什么清心寡欲，那人分明就是热爱运动的冒险家。其实护国公出身名门，相貌堪称绝世，前后院清静，确实不错。只是身体状况暂且不提，这瑞王亲舅舅的身份倒是问题。哎呀，你想多了，我随口一说而已，许是自作多情呢。其他暂且不论啊，宗玄玉身为护国公独子，自是需要传承香火，仅此一事，他们二人便此生是绝无可能。与此同时，荣新一确实受伤了，且伤势颇为严重。八姑娘的右手食指被人以利器生生削断，虽无性命之虞，但这断指恐难再接回啊！齐天瑶面色阴沉，双手缓缓握拳。断指，他猛地抬头，忽而觉得此种手段竟有些似曾相识。林峰，当初伤洛天一的那2个黑衣蒙面人，还是没相信吗？属下已对入京的江湖人士逐一排查，然那2人却似凭空消失般。继续查，此许替天行道的恶贼，本王定要将他们碎尸万段。是，属下遵命。荣世子在外候着，应是来禀报刺客之事。让他进来吧。须臾，荣之汉入内拱手道：今夜侯府接入宫赴宴，
防守松懈，以致刺客伤了八妹，还望殿下恕罪。此事不提。你可曾见到刺客模样？不过据八妹丫鬟所说，当时刺客未伤及他人，竟直冲八妹而去，且留下一言：荣青衣既然手伸得太长，那便不要也罢。如今青衣伤上加伤，还望侯府好生照顾，莫要再出意外。次日清晨，荣九月醒来后一直闷在寝被里，不言不语的发呆。小姐，你是否有些不舒服？没事，只是昨夜没有睡好，让我缓缓就行。昨日他还诽谤宗玄玉，并非表面那般清心寡欲，谁知自己夜里便做了一个荒唐之梦。禽兽啊！他竟亵渎了那个不染尘世的白狐仙。不能乱想，禽兽不如呢。小姐，谁禽兽不如啊？没有什么。昨夜看的那个画本子，里面有个狐狸精勾引书生，有些禽兽。书生经不住狐狸精诱惑，亦不算无辜。荣九月轻抿双唇，起身下榻，默默地更衣梳妆。他怀疑红叶这是在内涵他。你昨天梦到了护国公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别瞎说。春日即将到来，落霞山的大仙们似乎又开始了躁动。话音未落，他一溜烟地闪出去，唯余荣九月在屋内嗷嗷直叫。临近午时，落经繁华的古月居中，年轻花甲的英国公还有不惑之年的穆将军，二人目瞪口呆，满脸不可置信的神情。见过英国公、穆将军，晚辈荣九月在此有礼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之前我得知此事时，亦是难以置信，但九姑娘的确是岳九荣。荣九月倒过来念，正是岳九荣。好孩子，先坐下。果真是虎父无犬女啊！当年你爹便喜欢琢磨这些，不打仗的时候他就像个工匠，但他可没你这个本事。您过奖了，此乃晚辈绵薄心意，新式家伙，两位将军可亲自一试。他随即取过2个锦盒，英国公与穆将军皆是精神一振，赶忙打开查看。突火枪？不对，突火枪是天然主管，这似乎是由铜铸造，质地显然不同。这是火铳，射程与威力皆比突火枪增强10倍，且更易保存操作。我已教过老顾，稍后你们可以去空旷地实验。老规矩，待觉得合适再谈图纸或配方。好，此物摸着便不一般啊，实乃东岐之幸。小九啊，当让圣上知晓，这些年你改造的兵器盔甲，在战场可是立下赫赫战功啊！晚辈今日确有一事，望英国公见谅，晚辈实在有负您的美意。好孩子，直说无妨。我想解除与瑞王的婚约。赐婚之事与英国公有关，若他贸然请旨，难免辜负其心意，故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小九，可否告知我原因呢？一个无法生子的王妃会处于何种境地，您可曾知晓？英国公瞬间大惊失色，张了张嘴，却不知如何作答。为何会如此？我出生时极为体弱，这些年虽靠药物调养，但也只能勉强活命。当年母亲难产离世，我心中恐慌至极，从未想过嫁人生子。你母亲确实可惜啊，医术高明且身体康健，生产前几日还来国公府与我夫人叙话，谁知……对于苏文英，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那一年荣启醉酒，荣启身长8尺，虎背熊腰，苏文英身形纤细，竟直接将荣启扛起，健步如飞的离开。小九啊，你有大才，确实不应屈居于后院，此事交由我来处理即可。圣上最是惜才，只要如实禀明，此事应当不难解决。荣九月起身拜谢。军中药材亦很关键，我有些金疮药，二位可先让军医验证药效。你爹娘在天之灵，见你承继他们昔日英姿，定会深感欣慰。英国公与穆将军离去后，荣九月静坐片刻，随即起身离开。荣姑娘竟如此之巧。荣九月微怔一瞬，目光不由自主地从他的眼眸徐徐移至身躯。此一刹那，昨夜梦境仿若重现，且愈发清晰。仅一瞬，荣九月蓦地后退半步，迅速关上房门。我是否说错了话？没有啊，主子方才温润有礼，并无不妥。就在这时，房门重新打开，荣九月若无其事地开口：“这么巧啊，你也来这吃饭吗？”今日恰好有事出门，遂来此坐会儿。那我便不打扰你了，先行告辞。
他向来坦坦荡荡，如今面对这人时，竟莫名有些心虚。荣姑娘，相请不如偶遇，能否赏光，一同用膳？此处乃我个人产业，3楼雅间鲜少有人上来。你竟然是这里的老板？是的，我恰好有些不适，能否请你再瞧瞧？自然可以。须臾，暖和华丽的雅间内，脉象无甚大碍，身体已有好转。你觉得有什么具体不适吗？方才有些头晕胸闷，现在歇上一会儿，也好了许多。其实是他卑劣至极，竟用医者仁心来留下小姑娘。此为正常。你体质虚弱，不宜在外太久，毕竟现在依然寒冷嘛。其实我的身体尚好，不算太弱，且我素日亦会习武练剑，我的剑法很好，武功尚可，并非那般手无缚鸡之力的人。荣九月无语，果然啊，男人最听不得虚弱二字。你不相信吗？空暇之时，你可亲自一试，你的刀法应当甚好。我是专业大夫，自是清楚病人身体情况，你一点都不弱。这男人当真有26岁吗？莫不是才6岁吧？少顷，数道古越剧的招牌菜肴皆被悉数送至。这些菜没有你做的口味好，你且每样试一试。口味不错，不过我的手艺确实很好。你以前需要自己下厨吗？小时候多是师兄做饭，后来我偶尔下厨，其余时候都是阿婆忙活。师兄，你师兄多大年岁？你们师兄妹感情真好。师兄比我年长7岁，我们虽无血脉相连，但可是亲兄妹。小时候我天天病得要死，嬷嬷从来都不管，师傅只负责救命，其余都是师兄照顾。见状，宗玄玉似乎轻舒一口气。恕我冒昧，你今日来此是见英国公的吗？方才那个雅间乃是英国公素日来此之处。我今日告诉英国公要与瑞王取消婚约，此事应当很快就会解决。这轻飘飘的一句话却让宗玄玉整个人瞬间愣住，紧接着他的眼神由愣怔逐渐溢满了笑意。荣九月抬眸望去，伯舅爷真是他见过说话最温柔且最喜欢笑的人。待到2月初，我便专心为你医治，施针药浴丹药3管齐下。你若是胎里弱者，且多年未有好好医治，彻底痊愈应当很难，但我会尽力而为。好，我自然相信你。随后他自袖中取出一枚白玉双鹤云纹玉佩，轻轻放于荣九月面前。此乃我名下商行信物，世间唯有这一枚，可去任何钱庄取银，便当做我的医药费。虽然我看着很贵，但也没有贵到这种地步，我又不是土匪。你付万和堂的药材钱即可，至于诊费，待你身体明显见好再说。他认真查看过，护国公每年的药材费用简直堪称巨额，而这些银子最终多数是进了他与师兄的口袋里。也不知那些上等药材到底是喂了猪还是养了花，反正宗玄玉完全不似按时服药之人。你须得按时服药，绝对不可以不遵医嘱。你既与万和堂相熟，且为大夫，不如便由你买药，可好？我府中无人理事，需要的药材繁多且复杂，实在不方便。他的声音有一丝可怜兮兮。荣九月略作思忖，这话倒是事实。行吧，反正万和堂账目清晰，到时候我让程掌柜3个月或者半年便与你对账一次。如此这般，类似于交易付款，届时所有花费从账户里划扣即可。直至荣九月将玉佩收起来，宗玄玉笑的是满面春风。瑞王殿下，您终于来了。突然，自门外传来一道声音，让屋内2人齐齐一怔。昨夜睡得晚，今日偷个懒。哎呦，瑞王殿下，您昨夜是做甚了呀？没什么，青衣再次受伤，九儿似有怨言，我实在是有些分身乏术。唉，这奇人之福可不易享受呀。殿下，护国公似乎在这里，我方才进来时远远瞧见了叶琛。小舅舅喜静，咱们莫要去打扰了。直至熟悉的声音消失，宗玄玉依旧在认真用膳。你外甥来啦？你再用些金玉羹，胃寒之人最宜使用此羹。这副模样似乎极其不愿他提及不相干之人。待红叶回来，要不我们先离开，你稍等片刻再行离去。方才红叶用完膳后，前去万和堂取几味药材。虽然东岐民风开放，男女可同桌而席或共谈生意，但他与宗玄玉终究有些不一般。好，
古月居有后院可出去，你无需担心。小姐，药材取回来了。此时红叶恰好推门进来。瑞王殿下。叶琛骤然拔高的声音在门外响起。见过瑞王殿下。晚矣，瑞王怎会来此？这架势似乎像是捉奸呀。齐千瑶瞥一眼叶琛，径自推开另半边紧闭的门扉，大步流星地踏入房间内。瑞王殿下安。瑞王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2个人同桌用膳吗？这么多年，小舅舅冷情从未与他们兄弟私下用过膳，与母后议事。他是男人，自是了解男人之心的。小舅舅对九儿不一般，在这里用膳，自然同桌。叶琛与红叶姑娘皆在。小舅舅，你素来克己复礼，觉得这般是否妥当？并无不妥，你且看楼下便知。无论雅间还是厅堂，男女把酒言欢亦可。荣姑娘与万和堂东家相熟，曾帮我取药，今日偶遇，一同用膳。齐千瑶抿唇不语。哼，小舅舅，你与寻常人一样吗？瑞王殿下，今日在此偶遇，是我宴请护国公。当日开元寺遇刺，乃护国公与叶侍卫相救。既然已用完膳，那咱们走吧。我有些话想与你单独说，或者我们换个房间，喝杯清茶暖暖身子，再行叙话。宗玄玉看了一眼荣九月，袖中双手缓缓握拳，忽觉有些胸闷。荣九月突然用丝帕捂住嘴巴，咳嗽不止。刹那间，他的脸色变得苍白。荣九月，九儿，我没事儿，老毛病而已，回去休息几日便好。话落，他伸手擦拭额头冷汗，在宽大的衣袖遮掩下，对宗玄玉悄悄使了一个眼色。那如小狐狸般狡黠的眼神，让宗玄玉骤停的心暂时活了过来。九儿，我们寻太医。瑞王殿下，我身体不适，先行回府服药，告辞。言罢，他向宗玄玉颔首致意，遂由红叶搀扶着疾步离开。齐千瑶刚追至楼下，荣府马车已如疾风般驶离。瑞王，我先行告辞。小舅舅，如今你20有6，是时候娶妻纳妾，为护国公府传承香火。传承香火？为何要传承？断子绝孙有何不可？小舅舅，开个玩笑而已。我身体不佳，日后护国公府过继一子便是。不知当日2部刺客，瑞王可查清为何人之事？一个活口未留，实在不易查出。瑞王自便，我先行告辞。宗玄玉淡声打断，继而转身离开。此事真有那么难吗？不一定吧。齐千瑶离开古月居后，又遭荣府以荣九月养病为由婉拒探望。当他心烦意乱之际，太子又紧急传召他至东宫，有事要相商。嘉兰所服之药，乃冒充韩神医之人所制，那人曾在你府上逗留。那骗子名为韩子义，却曾交代此事。我只知青衣服用了2瓶，其余尚不清楚。洛二姑娘购置8瓶，特意赠送给了嘉兰5瓶，以便消除疤痕。齐千印长叹一口气，内药价格不菲，洛二姑娘此番实乃是好心办坏事。你是如何识破那江湖骗子？啊，是九儿的丫鬟所识破。我念此人未犯下重罪，故令其将功赎罪。若是知道那丹药进入东宫，还害了孩子，我定把韩子怡剥皮抽筋。闻听此言，齐千印心中对荣九月那份疑虑愈发深重了。你似乎说过，九姑娘的马夫亦是身手了得，刀法凌厉，不逊于暗卫。刀法？当初伤洛天意的黑衣人，你曾与之交手，所用兵器为刀。洛天意以为嘉兰亲弟弟，而嘉兰曾对荣九月出言不逊，动机十足。大哥，莫要胡乱揣测九儿，你又没有确凿证据。齐千印瞪向不争气的弟弟，谁让某人安排如此周全，连替罪羊都能提前备好。不过此事倒也不难验证，当人面临生死之际，自然会显露身手。大哥，小舅舅为何至今还未成亲？你只需管好自己的事儿，小舅舅的婚事自会由母后操持。对啊，此事应当寻母后商议。大哥，我进宫去给母后请安。话音刚落，他便风风火火地离开了。齐千印抚额长叹，这个弟弟真是想一出是一出。你做得很好，这些银子便拿去补贴家用。至于孩子的病，去万和堂抓药即可，记在侯府账上。林嬷嬷乃东宫老人，对太子一直忠心耿耿，从不多言。
然人总会有弱点，在不背叛太子的情况下，偶尔传几句话而已，又非什么难事。多谢太子妃。林嬷嬷躬身退下，须臾，荣荣宁笑意微敛，一步书案提笔书写。太子对小九始终存疑，此番既然有心试探，手段无外乎是那几种。太子妃，骆昭训已醒，悲痛欲绝至崩溃，扬言要杀了洛二姑娘。有仇必报乃应当，有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可。无论骆昭训如何发疯，衣食需按照规制供应，不得苛待母子二人。她是太子妃，明面上自是要有正宫的容人气度的。与此同时，凤鸾宫中，皇后正被儿子烦到无奈。你顾好自个儿就行，这般着急你小舅舅的亲事做甚？齐千瑶欲言又止。哎呀，这种事儿要让他如何开口嘛？当时二人坦坦荡荡，并无任何越矩。然而他就是有种感觉，小舅舅对九儿的心思不一般。唉，不过此事着实是母后的心病，谁家26岁还没娶妻啊？母后，常言道，长姐如母，您应当早为小舅舅安排。话是如此，自你小舅舅18岁起，我一直催促，他始终不愿意呀。找个美若天仙的女子，他肯定会喜欢。行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，看看自个儿憔悴成什么样。至于你小舅舅的亲事，你这个外甥着实有心了，母后争取早日定下。夜色深沉，荣府揽月阁内，荣九月将纸条投入炭炉中。太子若想试探身手，应会派东宫暗卫假扮刺客。你与石头的武功已是名牌，太子真正想试探的是我会不会武功。他有些不明白，自己与太子并无利益冲突，甚至为同一战线，太子何必大费周章呢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只是懒于出手而已，又非不敢。3日后，太监总管赵海亲自去荣府传达圣上口谕，请荣九月进宫面圣。这些弓弩、盔甲、火铳，竟是你亲手改良研制，还有金疮药。英国公说药效奇佳。臣女只是承继父母遗志，愿东齐四海升平，国富民强。好好好，不愧是荣启与苏文英的孩子。你当真不愿嫁给瑞王？望请圣上恕罪，臣女身体孱弱，实在不应耽误瑞王殿下。倘若朕可以在此保证，即便你此生无子，瑞王也会善待，无人动摇你王妃之位呢。今臣女有负皇恩，恳请圣上恕罪。你并非不愿嫁人，而是想嫁与一心一意之人。确切地说，你无法接受男人纳妾。圣德帝突然冒出的惊人话语，让荣九月蓦地抬头，满脸震惊之色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皇帝怎么会知道他心中所想？你娘曾经说过这话。荣九月赶忙低头，心中顿时翻起惊涛骇浪。难道母亲也为一世之人？还有，皇帝怎会知晓母亲的想法？你娘曾救过朕，但那时她不知朕的身份。朕虽对她有心思，但从未对不住荣启。荣九月垂眸端坐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皇帝是位明君，以江山为重，更为以权势强夺臣妻。或许正因如此，母亲成为皇帝心中永恒的白月光。拿去吧。圣德帝放下御笔，递过来一卷明黄圣旨。荣九月双手接过，缓缓打开。荣启之女，荣九月，因身体之故，暂不宜大婚，即可解除与瑞王婚约。然其承继父母英姿，改良研制军中兵器与药物，是乃国之功臣。今特册封为郡主，封号文安，赐云州为封地。圣上，朕原想认你为义女，但你若有公主之尊，往后约束会更多，不如郡主来得自在。你无需多心，朕不会因苏文英而册封，此番只因英国公与穆将军之联名奏请，故恩赏功臣。臣女叩谢圣上隆恩。起来吧，朕可应允你一件事，此言依旧作数。明日再宣旨，朕总得先安抚一下瑞王。说起来啊，此事实在怪他。
原以为荣九月与荣之墨一样，为平庸无能之辈，赐婚与瑞王，此生算是荣华富贵。谁知长于乡野的姑娘，竟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当荣九月踏出宫门时，只觉今日阳光分外暖煦。如今赐婚顺利解除，此后再不必担心侯府乱点鸳鸯谱了。红叶，咱们真是发达了，前只是落霞山大王，现在堪称城主了。可不是嘛，云州方700里，乃高于之地，您现在为实打实的城主。咱们回去写信告诉师兄，免得他天天在家发愁，耽误赚大钱。待荣府马车渐渐远离，于宫门稍远的拐角处偷窥的宗玄玉，终于缓缓踏出暗影。主子，看九姑娘如此高兴，在宫中应是一切顺利。我只是担心她进宫会出事，如今看来倒是多虑了。宗玄玉语带笑意，若是猜测没错，他与瑞王的婚约应当已经解除。然而此时勤政殿内，突然被召来的瑞王则是如遭雷击。父皇，当初是您突然赐婚，如今未问儿臣一句又解除婚约，儿臣实在是委屈。荣九月立下大功，得英国公和穆将军上书请旨，求朕嘉奖功臣，解除婚约为他自己之意。儿臣喜欢荣九月，不想解除婚约，求父皇怜儿臣之心。你若当真不想解除婚约，还有一个办法。儿臣不愿意，求父皇告知。荣九月直言不喜欢荣八姑娘，更不愿姐妹二人共侍一夫。你若永远不迎八姑娘入府，与之彻底形同陌路，朕便不顾忠臣请求，不解除婚约。闻言，齐千瑶震惊之余，整个人仿佛被石化，只僵立在原地，一脸的惊愕与茫然。荣九月之功劳，可谓惠及全部东齐将士，朕不能连忠臣这微小请求都不应允呢。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他自然是了解的。听闻荣八姑娘如今已经完全沦为一介废人，以瑞王之性情，绝不会置之不顾。父皇，解除婚约后，若儿臣得荣九月倾心相待，又当如何？你是说，日后荣九月再主动求着嫁给你？这孩子从小到大，当真被洛金姑娘追捧得太高，未免过于自信了。当年他相貌堂堂，文武双全，苏文英连个正眼都没有。倘若他日荣九月对儿臣有心，又应当如何？如今你们各自婚嫁，若是如此，朕自然欣喜地恭贺我儿大婚。但是你绝不能以权压迫，耍不入流的手段。荣九月乃是朕亲封的文安郡主，儿臣不敢。父皇竟还册封郡主，当真不疼儿臣。朕还不够疼你呀！你今年已经18岁，从来不知为朕分忧，整日只知潇洒自在，给朕滚回去好生思过。言罢，圣德帝急匆匆地负手离去。皇后貌似很喜欢荣九月，她还需去凤鸾宫解释一番。次日上午，圣旨正式下达，当即在洛京引起一片轰动。妹妹，难不成你以后要独居？对呀，根据东齐律法，女子有爵位在身，便可以自立门户，享有财产自主权。那我怎么办？我们府邸紧挨着，荣府库房里金银众多，你好好学习，往后再谋个好差事即可。荣九月蹙眉道：“房子与钱财早已准备妥当，他绝对够意思了，好吗？”为何圣上册封你为郡主，而我是父亲嫡长子，却什么都没有？闻言，荣九月一把拎起他，脚下生风地进入荣府屋内，随手一扔。哎呦我的！你这丫头要干嘛？我这骨头都要摔断了。前段时间刚长进些，回侯府陪老太太几日又犯糊涂了是吧？竟敢质疑圣旨，你不要命了？父亲逝世多年，你还惦记军功，是想父亲久全不安吗？荣九月不想弄出人命，直接拎起一旁的椅子，稍微用力砸成稀巴烂。我错了，我只是想着这是在自己府中。隔墙有耳，僭越之言不可说，再有下次我弄死你，免得受牵连。言罢，荣九月跨过满地狼藉，气冲冲地离开，回到自己的郡主府。红叶，再给老太太喂点东西，病恹恹已然不行，哑巴最好。若非那是父亲的生母，归根究底还是荣之墨无用，任人摆布。一母同胞怎会如此呢？若非出生时他已有记忆，
且容之墨长相与父亲略有相似，他都要怀疑这玩意儿是假的。双胞胎的体质与天赋亦是会有差别的吗？我以前在南境黑市奴隶场，那里临近南诏，曾听过一则传闻，说南诏皇室并非没有嫡公主，而是皇后玉玺皆为龙凤胎，但从无凤存活。传闻虽不可信，但说明龙凤有差吗？也是，老太太已六旬有六，希望她寿终正寝呀。只要活着就好，最好不再掺和事情或胡言乱语。小姐，瑞王殿下来了，说是恭贺郡主大喜。请瑞王殿下入府用茶。我现在是家主，自是应当恭迎贵客，将各处送来的贺礼皆归于郡主府库房中，往后与荣府财政分割。是，小姐。江城，你现在是郡主府管家，往后则为云州府城，当真辛苦啊！哎呦，小姐折煞老奴了。年过不惑的江管家笑得满脸褶子。他们这些人啊，皆是江湖上孤苦无依的可怜人，受小姐与老爷子恩惠，才得以安稳度日。少请郡主府正院前厅中。本王在此恭贺文安郡主册封立府之大喜。齐千瑶凝视着眼前的女子，一袭海棠红叶地长裙，衬得容颜娇艳，更添几分华贵。瑞王殿下，你身体如何？前几日怎会突然吐血呢？出门忘了服药而已。为何非要解除婚约？不喜欢老八呗，老八害我，我怎会与他同进王府？当然，我也不想要嫁人生子，一个人多快活呀。青衣并不是。打住！老爸自食其果，我不喜欢事后问责，此事已然作罢。他只会有仇当场报。老八在黑衣人剑下捡回一命，留下病弱身子，然他不会再追究。我们以后能做朋友吗？我不喜欢交朋友，尤其是和达官贵人。你如今是文安郡主。齐千瑶悠悠提醒，言下之意，你自己便是达官贵人。齐千瑶言辞规矩，进退有度，一时间竟让荣九月无言以对。对此他无甚在意，反正二人之间已无婚约，待长姐平安产子，他便回到云州封地。我小舅舅将要娶妻了，母后正在挑选合适女子，很快便会定下。闻言，荣九月似有些许失神，甚至感到一股无法言喻的烦闷。仅一瞬，他便敛去思绪。此乃喜事，届时我会送上一份贺礼。齐千瑶话语出口后，一直盯着荣九月仔细观察，见他神色无异，心中顿时松了口气。片刻后，荣九月漫不经心地与齐千瑶敷衍几句，便借口静养而送客。直至午膳时，膳桌上摆满了色香味俱全的佳肴，然荣九月一反常态，竟然食欲不佳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只是心里憋得慌，也不知是何原因。那这种不对劲的情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瑞王说宗玄玉快要娶妻时，我觉得有些烦闷。红叶停口，脸上浮现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。婉仪，你喜欢上护国公了？因为护国公娶妻，你心里便觉得不对劲，此乃吃醋。你至少对护国公有些心思。红叶，我不能这样。既已决定此生不嫁人，便不应谈论感情。我和瑞王刚解除婚约，若再与宗玄玉牵扯不清，图什么呢？世人又会如何看待他？更何况长姐亦唤宗玄玉一声小舅舅啊，难不成堂妹变舅母？也是哦。荣九月仰天长叹，想到那番场景，便觉得尴尬至极。尴尬之余，他心中的烦闷来得快，去得更快，此时已渐渐散去，终于开始大快朵颐。与此同时，护国公府中气氛倒是轻松惬意。所以主子，您是把家当全都交给了九姑娘？我所用之药材需长年累月购置，不若把钱财放于万和堂。虽然程掌柜言语模糊，但从其对荣九月的恭敬态度可知，万和堂的东家便是姑娘本人。主子，九姑娘已解除婚约，您可稍微主动点，咱们府中当真缺少一位主母啊。沙洛太傅商容新衣，圣上与皇后赐的好东西，主子借各种名义皆转送于九姑娘。然而您老人家得说呀，否则做再多事情人家也不知道啊。现在不是时候。
就在这时，府中老管家入内，躬身禀报：国公爷，皇后娘娘派人来，请您进宫叙话。现在吗？是。皇后娘娘说午后暖和，您出门不易受寒，故请您品茗叙话。走吧。一炷香后，凤鸾宫中温暖宜人。然而此时，宗玄玉看着面前的诸多女子画像，依旧漠然置之，似乎与己毫无关系。陈安，你已20有6，身体看着比前些年康健许多，亲事实在是不能再耽搁了。我会娶妻，但不是现在，且只娶自己心仪之人。闻言，皇后似乎愣怔一瞬，故而双眸发亮，面露喜色。往年她提及婚事时，弟弟总是毫不犹豫地拒绝，会娶妻，但不是现在。言下之意，弟弟应是有了喜欢的姑娘。姑娘何方人士？年方几何？你们认识多久？准备何时成亲？时候未到。这些年你四处游历，莫非是位江湖女子？我总要知道姑娘家世吧。你乃护国公，身份不一般，整齐需要门当户对。皇后见宗玄玉垂眸不语，以为事情当真被自己说中了，顿时心中一紧。陈安，若你真心喜欢，可纳那位姑娘为贵妾。难得你上心，姐姐不会棒打鸳鸯。张姐，我此生只娶一妻，绝不会纳妾。且我生来带有弱症，恐难拥有亲生子嗣，日后过继一子即可。宗玄玉字字珠玑，点点栏杆，声音萦绕在殿中。午后的凤鸾宫本是温暖宜人，但此刻皇后却觉得心中发寒。方才宗玄玉说完那番惊人之言，便恭敬地行礼离开了，丝毫不在意其他。郭嬷嬷，陈安是不是已经知晓当年之事？不会的，夫人待国公爷那般好，10年来更是如珠如宝的疼爱。想必国公爷是像老主子，素日爱游历修行，如今难得对女子上心，故而乱了心思。唉，希望如此吧。终是太顺着陈安了，以致他现在这般胡闹。把那些画像都拿来，本宫替陈安仔细瞧瞧。威远侯嫡次女似乎不错。皇后娘娘，太后请您去宁寿宫，言有要事相商。皇后揉了揉额头，无奈起身去往宁寿宫。太后一大把年纪了，竟还不消停。皇后，哀家年事已高，这副身子也不争气了，恐无多少年头。母后，您定会福寿延年。暖春将至，您的身子很快便会痊愈的。哀家心里有数，你与皇帝孝顺，哀家此生已别无他求。但哀家放心不下那些疼爱多年的孩子们。太子子嗣凋零，瑞王又尚未成亲，皇家没有嫡皇孙呐。母后，所有亲王子嗣皆是皇家贤孙，况且太子妃已有身孕。太后实在是操心过度，皇家已有10来位皇孙，有何放心不下的？太子妃腹中尚不知男女，嘉兰又不能生养，东宫女子未免太少了。哀家有位侄孙女，年方16，才貌出众，可入东宫伺候太子。如今嘉兰不中用，因而又不得皇帝与太子喜欢，他只能再塞新人。母后，3月便要选秀，皇上不欲充实后宫，因而此次选秀多进皇子们的后院。一个品行不端的骆嘉兰已将东宫折腾的是乌烟瘴气，太后举荐之人，他当真不相信了。家园实乃委屈，只是受人蒙蔽，且无意推搡，竟要在道观死过3载。母后，骆太傅离世，按律骆二姑娘应为父守孝3载，白日内入瑞王府即可。4月上旬前无碍。恰好现在瑞王妃之位空缺。母后，即便骆二姑娘受人蒙蔽，且无意推搡，
但他说是燕而为真，这种声名狼藉之人，怎配入瑞王府？言罢，皇后宫进的府里，随拂袖离开宁寿宫。她并非那般苛刻的婆母，但2位儿子的妻妾必须品行端正。太后气急攻心，再次晕厥，宁寿宫陷入一片混乱中。与此同时，护国公府内，主子，方才来人禀报，九姑娘与侍女出城，未曾在护卫，仅有那位伤势初愈的马夫。可知他去往何处？暂且不知，因主子不许人打扰，但此次九姑娘光明正大的出行，应不难寻到。红叶与名唤石头的马夫2人皆是武功高强，丝毫不逊于暗卫。况且九姑娘那把弯月砍刀不是一般的厉害，害怕的应该是别人。直至下午，荣九月一行3人已在洛京城郊的深山溜达了好几圈。不应该啊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太子当派人好生试探。许是现在天色尚早吧？刺客嘛，月黑风高夜才方便行动。如今虽是正月下旬，但夜里还是比较冷。太阳落山再无动静，咱们便打道回府。石头，你就知道吃。他捡起一颗松果砸过去。哎呀今天不用干活，不是来这看戏的吗？你给我躲起来吃啊！你这样子一看就有问题。谁人来山中采药，还抱着一只香喷喷的烤鸡啃啊？穿着袄褂与长裤的荣九月于林中席地而坐，拔起一棵干枯的植物。此乃丹参，以根入药，具有凉血宁心、活血化瘀、调经止痛之效，对心脏不佳者与女子皆有好处。丹参、天麻、葛根、何首乌、黄芪、当归、川芎，还有千年人参、天山雪莲，皆是宗玄玉的救命药啊！荣九月唠叨间直接躺在地上，双臂做枕头，顺道翘起2郎腿，俨然一副放牛娃的模样。小姐，你不是说下次再来林中采药时穿长裙披风，不要这些灰扑扑的棉袄吗？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这不是钱的事儿，主要不方便干活。小姐，有动静。终于来了，让石头好好啃烧鸡即可。咱们且看对方，既是演戏，我不想杀人。言罢，荣九月站起身，装作若无其事地寻找药材。1、2、3，何人？胡念墨的沉喝一声，迅速拔剑相对。神情冷峻的姑娘毫无作戏之态，霎时间自林中飞身而出10数位黑衣蒙面人，手持长剑直冲红叶与荣九月而来。然而他们的剑法看似凌厉，但多为华而不实的虚招。红叶则多了几分真实，顷刻间伤了数位黑衣人，但并不致命。见状，几名黑衣人稍加用力，齐齐围攻红叶，将其逼得渐渐后退，慢慢远离荣九月。趁此机会，余下的几名黑衣人转而攻向荣九月。哎呀，救命啊！突然，自左侧密林间闪出一道白色身影，一把揽住荣九月的纤腰，将其紧紧护在怀中。你可有事？荣九月回过神，立刻抬头查看他的伤势，只见宗玄玉后背处的白衣已被刺目的鲜血染红。在误伤宗玄玉的那一刻，黑衣人已然慌了神，见其伤势不重，虽欲紧急撤退离开。主子！铁琛谟的出现，惊慌失措的大喊一声，趁此机会，伤痕累累的黑衣人迅速撤离现场。不必追，我送他们一份大礼。荣九月一手揽着宗玄玉，一手甩出数根银针，直射进黑衣人脖颈。主子，属下该死，刚才不应该听您的话，离开您身边。闭嘴，我没事，小伤而已。宗玄玉看着荣九月，气息略显急促。你怎么单独来此深山？你也闭嘴！我都说了你不能剧烈运动。话落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揽住宗玄玉的腰身，在其惊愕的目光中，直接将其拦腰抱起，健步如飞地往马车奔去。见状，叶琛手中的长剑砰的一声落地，他瞠目结舌，张大嘴巴，呆愣地在风中凌乱。直至进入郡主府的马车内，趴在榻上的宗玄玉才渐渐回过神。方才他竟是被姑娘抱上马车。宗玄玉羞赧难当，恨不得把头深深埋进粉色软枕中。你别捂着自个儿，本就呼吸困难。
荣九月处理好伤势，又轻轻地帮宗玄玉翻个身，用软枕垫在其后背，以免碰到伤口。这与上次施针似乎不同，因为你病得重啊，此乃看家本领，一般人我才不用呢。荣九月蓦地瘫倒在一旁。如此是否很耗费内力？还好。一张狭窄的单人榻上，衣衫凌乱的貌美男人正衣襟大开，瓷白的肌肤上泛着绯红。一位身穿灰袄、乌发高束、会施粉黛一难掩绝世容颜的姑娘，懒懒地躺在男人身侧。这一瞬间，二人四目相对，手臂甚至紧紧相依。荣九月似是受到了狐仙的蛊惑，他鬼迷心窍地抬起手，替宗玄玉顺了顺垂下的长发。主子！荣九月噌的一下起身，面不改色地拔出金针，随手扯过毛毯，将宗玄玉盖得严严实实。护国公无事，我去洗个手。丢下这几个字，他便如疾风般冲向对面的小溪。叶琛，立刻消失！叶琛一脸茫然，但只能顺从地躲至远处守护。小姐，你是怎么了？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施主，善哉，善哉。言罢，荣九月负手悠哉地离去。美色误人呐！夕阳之下，马车终于缓缓驶离，朝着城中而去。宗玄玉，我在，你想说什么？你方才想说什么？好端端的，为何说对不起？反倒是我要说抱歉呢。你应能感觉到，黑衣人并不想取我们的性命，我提前知晓，却害你白白受了一剑。当剑尖刺入我身体之时，此刻明显一颤，急欲收回手中力道。只是那一瞬间，我没有多想，生怕你会再次受伤。我是不是扰乱了你的计划？我没有计划，只是胡闹。你又怎会扰乱呢？此次他着实是百无聊赖，才会配合太子演这出戏。毕竟有长姐与侯府在，太子无论如何也不会真正下手。他毅然。那便好，只是刀剑无眼，万事总有疏忽，还是莫要以身犯险。荣九月蓦地探身向前，凝视着他温柔而深邃的眼眸，四目相对，仿若世间唯余二人。宗玄玉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我喜欢你，很喜欢。荣九月问得直截了当，宗玄玉回答得干脆利落。荣九月这下子当真给他弄不会了。不是说古人含蓄内敛，国舅爷素来克己复礼吗？原本我觉得时候未到，但今日你既已问出，我便不能说谎，否则日后无法自圆其说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为什么？许是初见时，你眼中的尊重，徒手抓蛇的壮举，亦或药堂时我们相谈甚欢，还是你为我看诊时，最是凝眸无限意，似曾相识在前生。喜欢你似乎没有原因。荣九月低头揪着毛毯上的细绒，心中暗叹，这不就是见色起意吗？我不否认有你容貌之故，但仅占一分。其实我对你有一点心思，但只有一丢丢。你太好看，太温柔。我知道，此乃我之荣幸，故而我才敢直言承认。往后可否不要拒绝我，让我做得更好一些，让你慢慢喜欢我。荣九月蓦地掀开马车窗户围帘，稍稍探出头，让冷风醒醒神。此次真乃大义眼，好像玩脱了。小心着了风寒，如今未至暖春呢。宗玄玉将围帘轻轻放下，他低低笑了一声。你与往常一样潇洒即可，只需多看我几眼，其余诸事皆交给我。那个，你会嫌弃我身体有疾，还有年岁稍大吗？我自己也是一个药罐子，又怎会嫌弃你呢？至于年岁嘛，老男人自有好处。闻言，老男人如释重负，不知忽然想到了什么，他脸上笑容更甚。宗玄玉，我在。宗玄玉，我接下来所言你听清楚，便会彻底收回方才之言。我不会，但会认真听你说。我不想生孩子，但也无法接受自己的男人拥有其他女子。将来你若与我成亲，护国公府会断了香火。然而听到这番话，宗玄玉竟然闷声笑了出来，漆黑的眸中满是笑意。什么意思啊？宗玄玉轻轻执起荣九月的手，直视着他的眼眸，柔声道：原来我们的缘分乃上天注定，我此生只娶一妻，绝不纳妾。
此乃我们相识后我心之所念。至于孩子的事情，我原想寻机会与你商议，没想到我们心有灵犀。我不会要孩子，此事唯你足矣。言罢，宗玄玉那寒玉般的手指穿过荣九月的指缝，与之十指相扣。荣九月震惊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宗玄玉是他的天选夫君？那护国公府怎么办？你好像是独苗吧？我慢慢说与你听，你的力气怎会这般大？他忽而想起方才之事，自己虽不算强壮，但也是身高腿长的成年男人，天生的，从小就这样，拖着要死不活的身体，我还能扛2棵树回家。荣将军体魄强健，但力气似乎仅是比寻常人大。你走题啦，给我说说呗，为何会有那种想法？你若是不要孩子，护国公府可咋办？世人皆知，我与皇后乃一母同胞的嫡亲姐弟，其实并非。我的生母另有其人。我的生母是风尘女子，据说是燕城色艺双绝的花魁。父亲偶遇，与之有段露水情缘。父亲喜欢游历，或许只将她视作人生过客而已，而她却当了真，望与父亲白首偕老。父亲不告而别，她四处苦寻，恰好被母亲遇见。母亲本欲处置，却发现她已有身孕。后来护国公府的密室中多了位有孕女子，而花魁景色在世人眼中则葬身火海。密室为何不是安置在府外？东齐律法严明，官员不可迎青楼女子为妻妾，何况是尊崇的护国公。彼时我生母有孕2月，36岁的母亲突然遇袭越狱，最终提前1月诞下嫡子。荣九月闻言，心下了然。护国公夫人因是假孕，将女子囚于密室中养胎，只为去母留子。